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那些上了年纪的人，晚年过得完全不一样？有人70多岁了，身子骨硬朗，整天乐呵呵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儿女也孝顺；有人刚过60，浑身毛病，天天愁眉苦脸，跟谁关系都拧巴，日子过得特别紧巴。我琢磨了很久，发现这里面根本不是运气好坏的问题，根源往往就藏在55到65岁这10年里。这10年是你下半辈子根基的最后夯时期，根扎稳了，往后风风雨雨都扛得住。要是虚的等着你的，就是一天比一天难熬。这不是吓唬谁，你只要看看周围那些老人，心里就有数了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日子长着呢，今天干不完的事儿，明天接着干，今年没准备的明年再说。可一旦过了55，某天你会突然一激灵，真正能由着自己安排的时光其实真不多了。天地有它的规律，该往外闯的时候你不闯，那是浪费青春；可该往回收的时候，你还在拼命往外冲，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。很多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，明明身子骨已经在敲警钟了，还硬撑着用30岁那套活法，结果把根本都掏空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50来岁看着挺风光，事业不错，家里也和睦，可到了65岁上下，整个人突然就垮了。不是谁害了他，就是在最该收的10年里没做好该做的准备。这10年到底该准备什么？我结合自己的体会，还有观察身边那些过得好的老人，总结出了5件事。没有一件是别人能替你做的，也没有一件能往后拖。第一件事，老老实实听身体的话，换个活法。过了55，最大的坑就是还拿年轻时候的标准对待自己，你身体早就有新的节奏了，你得学会听，而不是跟他对着干。以前熬夜赶工，喝酒应酬，第2天补个觉，就跟没事人一样。现在呢，熬一次夜，3天都缓不过神，睡足了还是乏。以前有个头疼脑热，扛扛就过去了，现在动不动就这儿疼那儿痒，反反复复。这不是身体变矬了，是他在明明白白告诉你，兄弟，咱得换种方式了。就像一辆开了几十万公里的老车，你不能还像开新车那样猛踩油门，你得顺着它的性子，它才能稳稳当当再伺候你几十年。真正会养的人，不是拼命吃啥补品，而是帮身体找到他自己的拍子。你看那些长寿的老人，生活规律得像个钟，几点起，几点吃，几点出去遛弯，几乎不变。这不是死板，是身体自然的节律。你顺着它就舒坦，你非要拧着来，它一定跟你闹别扭。这里有个要命的观念，一定得说清楚。55以后最伤人的不是你吃了啥，干了多少活，而是你的情绪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忧伤肺，恐伤肾。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实在话。你每发一次大火，身体就实实在在的受一次内伤。年轻时候生了气，骂2句发泄完就翻篇了。现在你生场气试试，血压蹭地上来，心里堵得慌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得好几天才能平复。所以这个岁数养身体，头一条就是养心。古人说，形神合一，身体和精神是一码事。你心里安定了，身体自动就顺了，心里乱成一锅粥，你吃再多保健品都白搭。真正的养生不是花了多少钱，而是你能不能让自己那颗心静下来。我印是一位大哥，年轻时体格特别棒，50多了还天天早起快跑5公里，觉得必须保持年轻时候的状态。结果有一回跑着跑着眼前一黑，直接栽倒了，万幸没出大事。可从那以后他再也跑不动了。他后来跟我感慨，我这才算明白，不是不能动，是得换个动法。现在他改成每天饭后散步，不急不慢走40分钟，边走边听听鸟叫，看看花草，身子骨反而比以前舒坦多了。这就是顺着的道理，你硬要和身体抬杠，最后输的一定是你。你顺着他的劲儿来，他反而会帮你。这个阶段要学会做减法，把那些过度的折腾、不必要的应酬，让你心累的人和事能减都减掉。你把这些包袱卸了身体，自己就轻松了，精气神回来了，后面的路才能走稳。第2件事，把养老钱牢牢攥在手里，给自己留足底气。一提钱，有人觉得俗，可我必须得说，人到晚年，要是兜里没几个稳当钱，那日子是真苦，心也难安。这不是让你钻钱眼，而是要你有能力照顾好自己，不用处处看人脸色，活得有尊严。55到65是你最后一次整理财务的窗口期，过了这村，收入基本就定型了，再想有大的变动几乎不可能。所以趁这10年，你心里得有本明白账。不是说你得攒个金山银山，而是你的经济状况得是可控的。你清楚每月固定进多少，必须花多少，手里有多少备用金，能扛住突然的大病小灾，这就叫心里有底。老话说俭以养德，到这个年纪得学会实实在在的过日子。
节俭不是抠门，是你分得清啥是必须的，啥是图个面子的，把那些虚头巴脑的开销砍掉，你的压力立马小很多。我见过不少老人到了晚年还在为钱发愁，不是因为年轻时没挣着，而是手上没个准头，不会节制。还有的人一门心思扑在子女身上，自己勒紧裤腰带，能给的都给了疼。孩子没错，可你要是帮到自己兜比脸还干净，万一哪天自己要用钱，还得回头跟孩子伸手，那滋味不好受。弄不好还让子女为难，先把自己安顿好了，不给儿女添堵才是最大的负责任。钱这个东西到老了，它的意义不在于数字大小，而在于够。够你平时吃喝够，你看个病抓个药，够你不求人地活着。那些晚年从容的老人往往不是最富的，但一定是经济状况最稳的，他们心里有数，既不为了充门面乱花，也不过分抠缩委屈自己。啥事儿都讲个刚刚好，钱也一样，太多了容易招式太少了，心里发慌够用，还有那么一点点富余，心里最踏实。还有一句掏心窝的话，你的养老钱一定要干净简单。啥叫简单？就是别去碰那些花里胡哨的投资，别听人忽悠去买高利息理财，更别去碰什么看不懂的项目。这个年纪赚钱不是第一位的，守住钱才是头等大事。我隔三差五就听说哪个老人攒了一辈子的辛苦钱被人一忽悠投进去，结果血本无归，这种事儿太多了。为啥会上当？就是因为不懂支止，该有的你都有了，就别去眼馋那些不该你挣的，把现有的牢牢守好比啥都强。我觉得55以后，你的钱最好就放在3处，一是过好当下的日子，让自己每天舒舒服服的；二是管好自己的身体，该检查检查，该调理调理；三是备一笔雷打不动的救命钱。其他那些听着让人心跳加速的机会一概别沾，因为你输不起了。年轻人栽了跟头还能重新来，咱们这把岁数要是闪了腰就真没退路了。第3件事，给你的人际关系来一次大扫除，只留真心的。人活在世，离不开人和人的这点事，可一过55，你会慢慢咂摸出来，真正要紧的关系其实就那么几个。年轻时觉得朋友遍天下，谁都得维持着，现在我算看透了，大部分不过是场面上熟。有些人对你有益，有些人对你有害，有些纯粹是耗着你。这个岁数心里该跟明镜似的了，人际关系一定得做减法，不能再做加法了。你把那些虚头巴脑的关系放掉，日子一下就清净了，日子清净了，心就安了，心安了，身子骨也跟着好，这是一连串的好反应。我见过太多人到了退休年纪还天天为各种人情往来忙得脚打后脑勺，今天给这个帮忙，明天给那个救火，后天又被拉去凑局，结果把自己累得够呛，身体垮了，心里还憋屈。你说值不值？真不值。人到了这把年纪，得多为自己活一点，该尽的责任前半辈子都尽得差不多了，现在该是让自己喘口气的时候了。真正好的关系根本不用费劲，巴拉蒂天天维系，彼此心里有，隔三差五打个电话，偶尔约着喝杯茶，溜溜弯，舒舒服服的就够了。那些需要你硬着头皮去维持，生怕冷落一点就给你脸色看的，大多不是什么真交情。有个长辈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在理。他说年轻时觉得朋友越多越有本事，到老了才明白，朋友不在数量，在分量。一个知冷知热的真朋友胜过100个酒桌上称兄道弟的熟人。这10年里你要做的就是把真心的筛出来，好好珍惜，不真心的自然而然就淡了。不用刻意绝交，就是学会别再勉强自己。你不必硬撑着去参加那些让你不自在的聚会，也不必为了面子去回应那些消耗你的人。想去就去，想见就见，不想就不去，不用解释，这不是无情，是通透。还有一点特重要，把最好的精力和时间留给家人。很多人把好脾气、好耐心都给了外人，回到家却不耐烦，这是最傻的。家人是你的根，是你的本，你把家人照顾熨帖了，其他关系顺其自然就好。到了晚年，真正能守在你身边的，绝对不是那些酒肉朋友，而是你老伴儿、你的子女。所以多陪家人吃吃饭，聊聊天，少去掺和那些不相干的是非。第4件事，把脾气收一收，别再让情绪折腾自己。人到晚年最怕的不是身子骨老化，而是情绪忽上忽下，因为情绪这东西直接就能作用在身体上。很多病说穿了都是从气上得的，情绪不好，身体不可能好。喜怒哀乐要有度，不是让你当木头人，而是别让它失控。年轻时你发火轰轰烈烈，干一仗过几天啥事儿没了，发一次大火胸闷气短，血压乱飙，心口突突跳，好几天缓不过来。所以这个岁数得学着不生没用的气，不是让你把火憋在肚子里，而是压根就不让它点着。怎么做到看开放下？
啥叫看开？就是打心底里明白，这世上大部分事真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别人说了句不中听的，咋了？别人办的事你看不惯又能怎样？这些破事根本不值得你拿自己的健康去赌气。到了这把年纪，要把自己看小一点，你把自己放低了很多事，自然就不挂心了。我认识一位老爷子，年轻时脾气暴的一点就着，凡事非要争个对错输赢。结果呢，朋友越吵越少，身体越吵越差。过了60，他忽然想开了，跟我说，从前觉得啥都天大，现在回头看鸡毛蒜皮，这就是活明白了。你啥时候能呵呵一笑，你啥时候就自在了。情绪管理还有一关，别跟人较劲。年轻时觉得有些理必须掰扯明白，有些事必须分清责任，现在你得认，有些理是说不清的，有些人是讲不通的，一味计较就是跟自己过不去。你看那些长寿老人，几乎个个都是好性子，不是没遇到烦心事，而是人家不让自己往里掉。有人说我就是控制不住啊，控制不住是因为你还没真正认清生气的代价。你要真明白每生一场气都是在给自己折寿，你还会轻易点火就着吗？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不管好事坏事，心里一拱火，全都乱套。要修的就是一颗平常心，好事来了不过分欢喜，坏事来了不过分忧愁，一切平平常常，心里始终是稳当的。还有要学会跟自己和解。很多人情绪不好，根儿不在外面，心里老跟自己拧巴，总觉得自己这儿没做好，那儿不对，一辈子都在自责。你这样咋能开心？得学着接纳自己。你已经尽力了，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别再苛求了，放过自己，那个心里的疙瘩解开了，你才能真正快活起来。第5件事，把往外散的人情收一收，学会说不。人在社会上讲人情是应该的，年轻时给人帮忙搭把手，那都是攒福气，但过了55，你得学会往回收了。这不是让你变冷漠，而是懂得分寸，知道啥忙该帮，啥忙必须拒绝，帮到哪一步就该停。到这个岁数要先把自己护好，不是我自私，是你自己都摇摇欲坠，拿啥去撑别人？我见过不少一辈子热心的老好人，到头来自己过得苦哈哈。为啥？因为不懂拒绝，谁来求都应承，啥事儿都往身上揽，结果把自己累垮了。人家还不一定领情帮忙，是你的心意，但一定要量力而行，千万别打肿脸充胖子。帮人之前还得看看对方是什么人，懂感恩的你帮一把，人家记你一辈子好。那种觉得你帮他是理所当然，甚至得寸进尺的，趁早打住。这个年纪得学着识人，不是势利眼，是保护自己。你已经付出了大半辈子，现在该把时间精力和钱多留给自己和最亲的人。人情这东西最怕没有边界，你一直无条件的给对方，就会一直理所当然的要，哪天你实在给不动了，稍微停一下，他反而到处说你变了，不够意思了，这就是人性。所以趁早亮出你的底线，让别人知道你的边界在哪。你不必在乎会不会得罪谁，先问问自己过得好不好。如果一个人因为你一次没帮他就跟你翻脸，那这种关系早断早清净。学会说不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一课，很多人到老都张不开这个嘴，别人一求心里万般不愿，也硬着头皮硬下来，这样下去迟早把自己拖垮。人要有不为才能有所为，把不该做的都拒了，你才有余力做自己该做想做的事。帮助别人是为了自己心里踏实，别指望一定有回报，帮了不求感激，不帮也不必愧疚，只要心里坦荡，问心无愧就好。这5件事哪件都缺不得，如果非让我排个序，排第一的就是修这颗心。身体、钱、关系、情绪、人情，根子都在你心里，心稳了，这些就全稳了。心乱了，安排的再好也白搭。人生就像一棵树，年轻时往外长枝繁叶茂，中年后就得往下扎根，根扎得越深，树才越稳。55到65就是往下使劲扎根的时候，根扎牢了，往后狂风暴雨你都扛得住。所以这10年不是向外求，而是向内修，修心、修性、修德。每天少生一回气，多放下一个执念，少计较一桩闲事，就是在扎根，日积月累你就变了。过了55，特别要学的一门功课叫独处。别怕一个人待着，那其实是种福气。你得给自己的心空出时间，静静坐会儿，喝喝茶，听听曲儿，翻几页闲书，或者干脆啥也不干，就那么安静的待着。刚开始可能觉得心荒无聊，慢慢你就会爱上这份清静。心充实了，一个人也能过得有滋有味。心要是空的，身边围再多人都觉得孤单。我认识一个老太太，儿女都在外地，她每天自己打太极、养花、写字，偶尔和老姐妹去公园走走，日子安排得舒舒坦坦。她说，我不需要人天天陪着，我自己待着特自在。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。
还得学会感恩和宽恕，别总盯着不如意的事，每天睡前想想今天有啥值得高兴的小事，哪怕就是天不错，菜挺香，你心里都是暖的。过去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过不去的坎儿，该放就放下吧。宽恕不是放过对方，是放过你自己。你一直把那些恨啊、怨啊揣在心里，等于反复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，太不值了。有个老哥年轻时被朋友坑了一大笔钱，几十年放不下，提起就恨得牙痒痒，结果落下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。后来生了一场大病，在病床上他突然想通了，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赔上自己后半辈子的健康，我傻不傻啊？放下那天，他说心里像卸下块大石头，身体竟也一天天好了起来，心结一开，病都跟着松快。最后学会活在当下，别老陷在回忆里，也别总担忧还没来的事。吃饭就好好品滋味，散步就好好看风景，跟家人在一起就把手机放下，认认真真听他们说话，把眼前这一分一秒过踏实了。你会发现，哪怕一杯白开水都有它的甜老了，就该顺其自然，做真实的自己，不再为面子活，不再为别人的眼光活。想做的事，只要不伤人不昧良心就去做。到了这个岁数，不需要再证明啥了，你人生该下的力都下过了，现在到了秋天该收获的季节，收的不是金山银山，而是这大半辈子攒下的智慧，看透的事情处变不惊的心境。这10年是你一辈子最金贵的一段，不是因为你还能折腾多大动静，而是你终于可以安静下来，好好为自己活一回了。把前面的准备做足了，晚年真的可以过得很舒心。未必多富裕，但心里踏实；未必多热闹，但关系和谐；未必身子多强壮，但心境平和。人生转眼就过，别等来不及才后悔。从今天起，好好待自己，认真过每一天。希望今天跟你唠的这些，能有一点落到你心里。要是觉得有道理，不妨把它收藏起来，或者转发给你身边正在经历这个阶段的老朋友。也许就是这么一次简简单单的分享，刚好帮一个人安安稳稳地走过这最关键的10年。祝你往后的日子从容自在，舒心